Hello， 大家好。之前呢，为大家分享过基础白酱的制作方式哦。那今天是一个白酱食谱的延伸，今天要分享的是白酱意大利面，无论是用长面或是短面，都适用于这个食谱哦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到底要怎么样在家简单做出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白酱意大利面呢？一起来看一看。来处理这个去骨的鸡腿的部分，我们先清洗干净。鸡容易有这个鸡的腥味，一定要清干净。你可以稍微用米酒再搓，或是那个柠檬哦，都可以。今天就简单一点。今天改用李锦记的旧装的蚝油，建议大家买旧装的这一款，是跟它一般蚝油味道是不太一样的。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一般这个蚝油是要放冰箱冷藏，开盖了以后，加上一个东西在里面。你除了可以稀释你的这个蚝油直接来使用以外呢，我觉得它这样子兑起来会有一点点可以取代这个。有些时候大家需要日式酱油没有买的家庭哦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取代这个日式酱油的味道。如果我们是300公克的蚝油哦，就加上100 CC 的米酒，我们就盖起来，那我们就直接摇匀，这样子调稀的这个蚝油哦就很好用咯。有时候蚝油你会在倒出来的时候它很稠，那我就用了这个方法以后，蚝油被稀释了，除了很好取用以外，它还可以让它味道变淡了，不会那么重了哦。好，大概2大匙的量哦，我们就把它整个这个鸡排都抹匀，然后让2片鸡排哦都均匀的这个沾裹到这个蚝油。那就这样子，我们就放到冰箱冷藏室哦。我至少要腌1小时的时间，你可以直接把它移到塑胶袋里面，因为它这样子包起来哦，一样可以腌制，而且这个比较不占冰箱的空间。我们还可以再下些许的这个黑胡椒哦。烤的里面大概基底一定会有这个洋葱，然后呢，这个菇类你可以选，台湾有很多种的菇哦，你看你喜欢什么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新鲜的香菇跟蘑菇哦。那大家要习惯啊，像这种蘑菇看起来并不漂亮啊，你要很习惯哦。通常外面太过白、太过漂亮都是漂白过、泡过药水，那一定要是这种干燥，上面有一点土哦，我们就稍微的清洗掉。洋菇为了香气的问题哦，最好不要洗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怕脏哦，所以我还是会冲洗一下，但是我洗得很快，之后再用这个厨房纸巾大概吸一下水分了，其实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把它们都切成适当的大小。洋葱的部分我们就切成小细丁，半个小洋葱我们就横剖大概2刀哦。然后直的部分呢，我们就这样子切，像一个梳子的状态哦。我想这个很多师傅都教过了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比较不会散。大家比较好把它切成小丁哦，好像梳子一样了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切，这样子哦，它比较好切成这个丁状的洋葱哦。的部分我会把它切成这样的小丁，那我觉得混到菜肴里面或是酱料里面，其实小朋友都吃不出来，而且还会吃到纤维哦，又不浪费食材。全部都切成丁哦，然后该切片的就切成片状哦。今天的意大利面你要选各式各样形状的都没有关系，甚至你想用这种笔管面啦、通心面啦都可以哦。大家就选自己喜欢，小朋友喜欢。现在甚至还有做这个 Hello Kitty 形状的这个意大利面，我都觉得好可爱。那我今天选的这是蝴蝶结，就我女儿很喜欢。盐巴的部分一定要在意大利面中加盐，在煮面水里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之后的带咸味的煮面的水还会拿来炒酱汁的部分，它的面也需要入这个咸味，这个还会膨胀，所以煮起来我家全家可以吃哦，因为我还有这个鸡肉的料，抓一把就大概是1个人的量。如何煮好这个意大利面呢？基本上这个包装上面都会教大家怎么样子煮，但是我这个煮法是参照一个日本的意大利厨师他的教法，是通常包装上都是1趴哦，就是1000 CC 的水加上1趴的盐哦。那所以这2种方式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来煮蝴蝶面的部分哦。那这个是100公克的蝴蝶面，用2000 CC 左右的水。意大利面不管长短哦，这个是所谓的短面，不管是长短都可以用这种方式。我们用2000 CC 的水哦，那我们兑上26公克的海盐。这原因是因为盐能够增加水的沸点哦，那就会让面煮起来比较 Q 弹一点。这个1.3%左右比例的
咸度，那这样子就等同于像海水的浓度哦。建议是11分钟会煮好，那我们今天煮10分钟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炒，准备我们的酱料。那在酱料准备前，我们要先把我们的鸡排给煎一下哦。那这个鸡腿腌过的部分哦，我们稍微的用这个纸巾把酱料哦给擦掉。干煎的时候哦，因为太多的酱汁会造成烧焦，这个里面已经是腌好了，哎，这样子就很棒哦。大家看到这个水珠几乎是慢跑的状态，这个温度非常的好。那我们现在就把火关到这个中火，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油放进去。鸡腿皮哦会引出油，那我们稍微的让毛孔里面这个润一些油哦，这样等一下比较不容易粘。用油引油的这个道理，看这个边边哦，已经有一些油的纹路出来的时候，这时候放下去就不会粘锅，就把鸡皮朝下。我要让它稍微干煎就好。这边的水已经滚了，我们就很简单，我们先把我们刚刚的26公克的海盐放进去，以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面放下去，一样持续就用这样的火力哦，我们就从滚开始计时啊，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那我们就等10分钟到哦，中途你可以稍微搅拌一下哦。来看一下，我们就稍微的翻个面哦，这是绝对不粘的。好，非常的这个漂亮，我们上色的很好。那我们就再把这个鸡排哦放在旁边，我要稍微切成块状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不要洗掉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酱汁的来源。今天的这个鸡皮哦没有产生太多的油哦，我们刚刚的切的洋葱哦给放下来，稍微的炒香一下这个洋葱丁。有这个白酒的朋友哦，我们可以稍稍的加上一些的白酒哦，这个在锅子上的肉汁啊给故意刻意的把它洗出来啊。加上一小块的这个 butter， 好，那我们一样就把它融合，继续让它炒再更香哦。千万不要起锅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美味的酱汁的底。西式料理这个大概就是很基础的，要炒出干煎或是烤的肉的酱汁。我们就先下所有的菇类，是保持中大火。好，这个菇哦，等一下会出水，在这个锅里面干煸一下，我们就铺在这个上面哦，让它把这个菇的香气全部都煸出来。好，我们让这个菇的表面再更焦黄一点，把它的这个多糖体给这个烧出来啊，这样子会非常的甘甜。意大利蝴蝶面我们一样继续的让它这个保持这个滚的状态哦，这样它煮不要变小火了。时间到的时候你可以捞一点呢出来吃吃看，然后如果带点面心是正常的，过滤出来哦，等一下准备炒在一起。半碗的煮面水，剩下的面哦，我们要把它过滤出来。蝴蝶面啊，我用冷水哦冲凉了它哦，否则如果你刚好直接滤起来，你可以直接就丢进来哦，香味四溢哦。好，我们就这时候再稍微的拌一下，需要的话再呛一点点的这个白葡萄酒哦。好，我们再让它烧一下，有点汤汁。我要把刚刚我的鸡哦切块的鸡腿肉全部再进来，一样哈，我们可以再继续下一点点这个白葡萄酒。那如果你没有白葡萄酒了，你用清水来取代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酱汁哦，够鲜了。好，我们就让它继续再烧一下，稍稍的再兑一点点的水，我们最后再加上之前的白酱。我们再稍稍的烧一下，主要就是等鸡肉熟透。大家请参考自制白酱的影片。我们就要把这个我们自制的白酱就加进来，通常会试我这一锅等一下浓稠的状态，那就看你希望这个酱汁的浓厚程度了。大概都熟了哦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这个味道哦，刚稍微尝过酱汁，我觉得很浓厚哦。好，那这时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白酱哦给这个倒进来。那市售也有卖这个现成的白酱，但是我觉得都没有自己做的好吃。那我们自己做的这个白酱是非常浓稠的，因为有的白酱是只加这个鲜奶，那我们今天这个白酱是我们自己加的，是还有鲜奶油。好，我现在大概加了大概2大匙左右的这个我们自己做的白酱，这个拌一拌，我们看一看这个状态是不是够浓稠的。喜欢奶酱明显一点的哦，你就可以加多一点哦，视情况来调整。好，这个酱汁已经拌匀了，好好吃哦。好，我们再把面加进去。我们这个意大利面哦，这个盐水汁哦已经煮过了，我们现在就是让它们全部融合在一起。我们要味道有点烧到短面里面哦，开大火，我们把它烧一下，让它这个味道互相结合。白酱的部分，他们喜欢酱汁浓哈，所以我就再多加一些，再加了大概1大匙左右的酱。那我们要赶快的拌匀咯，要小心不要烧焦了。觉得他们都已经大概味道都融合了哦。如果这时候觉得你的酱汁不够多，你喜欢汁再多一点的人，你可以甚至加点这个煮面的汁，尝尝看味道哦。
我觉得 OK 了，不需要加这个调整盐的部分，因为肉也腌过了。要完成前我要加的是这个番茄丁。好，我们进去以后就稍微这个拌一下，我们就要准备起锅喽。在这个起锅前，我们再撒上一点点的黑胡椒。如果你喜欢很重的香料味，你可以加上意大利的香料，但我觉得太强，所以我没有要加。另外呢，是这个粉状、干状的这个帕玛森 cheese， 我要加一些 cheese 在这个意大利面当中，就是咸味的来源。好，那我们关火喽，我要找一个漂亮的盘子哦，我要起锅了。稍微可以再现磨一点点的这个黑胡椒哦。通常呢，我会再加上粉状的这个帕玛森 cheese 粉，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这个 cheese 哦。通常这个意大利面这个做好以后，意大利餐厅会淋一些的这橄榄油。那我今天淋的是这个坚果油，也非常的健康。这个面哦会带一点坚果的香，非常好吃。用橄榄油取代就可以。我最后呢要磨上的是一样是帕玛森 cheese， 它是可以现磨的哦。好，你可以拉高。好，那这个跟粉状的味道还是有一些的，这口感上的不一样哦。但实际上都是所谓的 Parmesan 的 cheese。我稍稍的再做一个摆盘，花园里面摘的这个马约兰，就稍稍的摆。没有这些香草也可以不用摆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植物上桌的感觉。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奶油鸡肉蝴蝶意大利面。梦幻厨房在我家，跟着影音学做菜，梦幻厨房也可以在你家哦。